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入职第5天，我被老板当面开了。开除那天，老板要求我当场走人 ，HR 逼我签下自动离职协议书，强压下怒火。我秉持着应届生仅剩的礼貌，那这几天的工资，今天结算了吧？老板摸了摸他那肥腻的啤酒肚，阴阳怪气。试用期内未满1个月，没有工资。后来行业大清洗，公司面临破产，老板打爆了我的电话，求我给他们公司一个机会。而那时候我已在海外公司节节高升，不好意思，贵司已经被拉入了我司的黑名单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5天前，我入职了一家全线生产的服装外贸公司。要知道，公司属于行业内的传统产业，主要承接欧美外贸时装订单，从大衣到配饰，品类皆全。社会瞬息万变，各行各业都在争相着发展科技化、智能化，尤其是 AIGC 也在前几年开始渗透到服装产业。但知道老板不肯转型，懒且费力，后面靠着几家长期合作品牌吃老本。作为新来的同事，又是应届管培生的身份，这是我的第1份正式工作。管培生需要去不同部门轮岗培训，最后再依据各主管对你的个人考核，敲定最终部门。我去的第1个部门是总裁办。初入职场的我兢兢业业，丝毫不敢对工作有所怠慢，早到晚退。入职培训会议场场参加，好在本就学的服装专业，在会议上我自然比其他新人更有理解优势。每天群发的公司文件我都会认真对待，也会主动找上级领导了解将来更细致的工作内容。周五，我和部门的几个老同事刚吃好午饭，准备趴工位上休息时，手机收到了总裁办秘书的短信：小夏，老板叫你10分钟后过去开会，应该是想了解下你最近的情况。我秒回了个好字，打起精神，拿着笔记本和笔去找了老板。鼠标刚点开做好的周报 PPT，笔记本电脑就被老板啪的一手盖下了。Stop， 我不是来浪费时间听你汇报的，主要和你聊聊关于公司文化内核的见解以及你的看法。早就听其他同事提醒过，老板不是个好对待的主，因为是处女座，所以对底下员工要求极高，追求事事完美。之前第3轮面试的面试官就是老板，我自然有完全的亲身体验，至少从他的各种自信发言和中英文夹杂的对话中，我大概猜出他属于典型的油腻中年普信男，身上堆满了各种爹味 buff， 和处女座没什么关系，但我没有在意，毕竟这几年工作不好找，我想着认真完成工作，不犯过错就可以了。通过我这几天专心看了公司内部发的文件，对公司文化和各部门基本有了掌握，再加上我过去实习，对不少服装文化品牌有专业性的了解，这次开会至少我有底。我们公司一直秉持道家文化中的随顺万物，尊重世间万物的种种差异，一如现代服装行业中包容各类设计风格语。老板抬手打断了我的发言，皮笑肉不笑地开始了反问：你这些都是空话，我问你，有没有去深入了解过 all departments 吗？这些人的 job contents 你都接触过了吗？你在我面前说什么道家文化？你管这个干什么呢？没想到开口就遭到了反驳。我依旧保持着良好的素养，礼貌回答：我确实还没有按您所说的去了解过所有的部门，这次会后我会去主动了解的。
老板摸了摸他那肥腻圆鼓的大肚，斜瞥了我一眼，鼻腔发出轻哼声。我当你们这种高材生有多厉害呢？搞了半天，上班都不知道在干什么的，完全看不到你们的 potential。那我问你，印象派的起源是什么？这倒是超出我的专业范畴了。我本硕学习的是服装工程，偏市场营销方向，对于这类绘画艺术流派素来一知半解。在职场上被问到这样离谱的问题，真是稀奇。但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回答。印象派名家，比如莫奈、马奈，他们的作品是……老板打断了我的话，嗤笑着开始了阴阳。呵呵，连研究生都不知道印象派的起源啊！我看你书都读到狗肚子去里了，你们导师也就是个屁呀！听到老板又开始逼逼叨叨破员工了，其他几位在场的同事噤声不语，个个充耳不闻，一副莫来沾边的样子。我只好一字一顿做出解释。童总，我专业学的是服装工程，绘画理论领域钻研的并不精深，但老板却来了兴头，开始长篇大论，不停地贬损大学生和学校教授，以衬托他中专出身却坐上枝头的高光。还有啊，那个美院的教授之前还舔着脸来求我，找我问他论文的意见呢。哈哈哈，中国失败的教育啊，不知道培养出了多少像你们这样的蠢材。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老板还在侃侃而谈，但我此刻心里的怒气值已经快要达到临界。他见我不搭腔，也不吱声，莫名来了气。你坐着跟个死人一样干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在开小差？随即对秘书一招手，行了，我看你的能力也不符合我的要求，开除吧。我慌乱抬起了头，还没问出那句为什么，就被秘书带离了会议室。开会莫名被老板骂了1个小时，而我全程被开，走人总共没花10分钟。在会议上本就受了委屈的我，被 HR 要求写下自动离职协议书，满脑子被怒火填塞的我才反应过来，凭什么？索性把离职协议书撕了个粉碎。这什么狗屎老板，真把自己当个嘚儿了。我把比往人事桌上重重一拍，严肃说道：这协议书我不签，而且你们得赔偿我试用期被开除的费用。我拿起自己的那份入职合同，找到了办公室里还在开会的老板，走到门口，听到他还在和其他员工激昂澎湃地抨击我呢，不顾秘书的好意阻拦，我开门见山：我的工资麻烦力竭。老板悠悠开口，吹去茶面上的浮沫，咂摸了一口，入职合同写得清清楚楚，试用期内自动离职 ，no salary。我气笑了，索性拉了把椅子，大大方方坐在他对面。我心下叹气，要不员工私底下说他畜生呢？感情真是不做人事啊！您老人家贵人多忘事啊！10分钟前我明明是被您开除的，哪来的自动离职啊？小妹妹，我劝你还是要给自己留条活路的，以后去别的公司入职被背调。被开除的经历只会给你应届生的身份带来麻烦，到时候在这个行业没多少公司敢要你的，不用担心我的后路。况且你们这样的服装厂确实不适合招揽高材生，很多方面和你中专毕业的老板没话可聊。我们大学生确实没有什么社会经验，但也不会蠢笨到受人欺辱。只是教育素养告诉我们，不要和畜生计较。老板见我据理力争，不肯离开，电话叫来了保安，打算轰我离开。我干脆拿出手机录音，表示刚刚的开会内容全程被录了下来，一字不差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有录音习惯，不力竭，我放网上了。还有，我作为无过错方，试用期被无责开除，
也麻烦你结算一下赔偿金。我微笑着扬了扬手机，看见对面老板的脸色变成了难看的猪肝色。他终于急了，对着门口的保安怒吼道：“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把他手机抢过来！”好家伙，来硬的了。好在我5年的拳击也终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实践。2个保安伸手就要夺过我的手机，我一步躲闪，每人给了一拳一脚缠倒。见我向他走去，老板噌的一下站起，给你，我告诉你，你以后别想在这个行业混了。老板指着我的鼻子骂骂咧咧，秘书在中间缓和气氛，而我转手拿着工资和赔偿金，给2所母校的就业办老师打了电话。在我的一番委屈哭诉和奔走相告下，这家公司成了本市各高校的永久黑名单，不会有任何招聘合作。切，谁稀罕呢？真当我们应届生吃素的？行业都要变天了，还整天守着自己那仨瓜俩枣儿。我抹去了眼泪，在公交车上退出了各种工作群。没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我，此时真正憋屈的情绪突然间涌起了后劲。得知我被开，远在意大利工作的姐姐顾姨开完会后打了岳阳电话，询问情况。怎么回事？我记得这才5天不到吧？我撇了撇嘴，努力压制下语气里的哽咽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呗。姐姐耳尖还是听出了我的哭腔，柔声安慰道：“好了，就当自己踩了坨狗屎，别在意了。这几天你收拾一下心情，把简历和作品集发我吧。”啊，要我简历做什么？帮你呗，还能干什么？学校辅导员那边催得急，3天2头就在催人入职。入职了没有？进的哪家公司？实在不行，找个差不多的公司。用半天时间收拾好心情后，我照例修改了一番简历。过去几天反复点开各种招聘啊，想要应聘的岗位从顶刷到底，给 HR 发送简历，又收到了不少一样的拒绝回复。抱歉，您暂未符合本司的要求，祝您早日找到工作。深夜睡前又收到了被拒绝的信息，不死心的我追着问了句：“为什么？”对方的回复在我意料之外：“同学，你研究生毕业，还有海外交换生的背景，这么好的条件，不去大公司，来我们这小公司做啥呀？我们肯定要不起啊！”我捏着手机，不自觉陷入了反思。我这不上不下的尴尬背景，大公司进不去，小公司要不起。自从互联网996出现以后，带动了国内的行行卷、社畜卷、学畜也卷，大厂应届生之间卷学历、卷实习、卷加班，什么都卷成了畸形。我不由得沈笑出声，看来在国内想找个不那么卷的工作，没这么容易了。算了，静观其变吧。我扔掉了手机，将头埋在被窝里睡去。就在要睡着时，手机屏幕在黑暗里不合时宜的大放光亮，嗡嗡作响。我懊恼地抓起手机，迷迷糊糊中点开了接听键。喂，谁呀？对面传来熟悉的声音。你明天下午5点准备好视频面试 ，HR 的联系方式我发你手机了。面试。我一咕噜翻起身，揉了揉眼，看清了手机联系人，是姐姐来电。什么面试？哪家公司的？是意大利的一家服装集团。意味，你记得吧？等等，我记得我没给这个公司投过简历呀。对，我帮你投的，他们正好缺人，看了你的作品集，觉得可以试试看。可是你知道的，国外我目前没打算发展。我知道你舍不得老爸老妈他们，但是你明明有拿得出手的本事，为什么要给自己设限呢？还区区在那样不入流的服装公司。姐姐顾姨向来胆大心细，喜欢挑战，从小就很有自己的明确目标。
大学毕业后就去了意大利深造，因为科研能力优异，被学校留下来做了讲师。但我不一样，我佛系，甚至很多时候都需要被人推一把前进。所以，一份平淡的工作至少满足我当下的需求了。我顶着昏昏欲睡的脑子听姐姐的劝诫，实在是困意难抵，我连连应下，这才重新倒向睡枕。第二天和 EVHR 联系好后，我照例认真装扮了自己，重新回顾了自己的作品集。作品集很厚，都是我过去7年的印证。下午5点，视频面试准时开始，面试40多分钟，全程愉快轻松。对方对我的作品集表示出了满意，偶有专业方面的问题，但大部分都是双方闲聊，比如兴趣爱好、生活趣事，就连我的初恋都被扒得干干净净。2面3面也进行得顺利无虞，其中一位面试官一眼就认出了我，他是埃文。他对我过去的表现给予了不吝赞赏，表示期待我未来加入的表现。研2那年，大岛和 EV 集团有一项校企合作的项目，我有幸跟着去了意大利，参观了 EV 集团本部，和集团营销组的成员们合作了半年的项目计划，在西西里岛联合成功创办了一场大型时装活动。第一次切实地感受到了项目落地的真实性。那半年的忙碌让我疲累，我却甘之如饴地享受疲累带来的幸福感。当天晚上，邮箱里收到了 EV 集团的入职 offer， 效率果然快得惊人。点开邮箱，我盯着 offer 陷入了沉思。本以为顺利毕业后，凭借自己还不差的学历背景和独特的海外经历，能在国内大企中脱颖而出，但还是高估了自己，低估了别人。这个世界终究还是卷疯了。发愣出神间，手机接连弹出了短信，是家族群的。妈妈，听说夏夏拿到 EV 的入职信了，我们12真棒。爸爸，夏夏勇敢飞，爸爸永相随。奶奶，夏夏，我给你转了1万块，这是机票钱。你姐姐和我们说了，不要有顾虑，你就放心去吧。姐姐，行了，抓紧时间去办签证，理一理行李。我靠，还是咱家老太太财大气粗啊！几趟中转后，飞机顺利落地米兰，天气晴好，暖风和煦。我拖着行李箱在机场出站口准备拦辆出租车，手中的行李拉杆突然被人夺走。不是吧，刚来就被抢？正打算大喊出口抓小偷时，转身看到了一个漂亮明媚的女人，戴着 C 加墨镜，一身墨绿色风衣，衬得她肤色越发白皙。这是我的姐姐顾姨，来迟了，没想到今天路上那么堵。姐，我不是说了自己可以去公寓吗？现在大学马上开学了，你不忙着备课，还跑来接我。姐姐抬手，佯装做出要打我的姿势，吓得我条件反射就要缩头。切，你以为我愿意来接你？还不是老爸老妈在电话里让我切记务必照顾好你。和姐姐快有2年没见了，我们一路叽叽喳喳地开车回了公寓。姐姐的公寓是大学给分配的，有2间房，次卧被她收拾出来了，干干净净。我一进门就可以拎包入住。1周后，我再次踏进了 EV 集团的大门。接待我的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年轻女孩苏西，她领着我上了3楼办公区。她眨巴着洋娃娃般漂亮的大眼睛，对我笑盈盈。你在工位上坐一下。营销部主管埃文还没来上班呢。我抬腕看了眼表，已经快要上午11点了。但办公室里才来了2/3的员工。新的1周工作忙碌，但所有人都井井有条。平静的氛围里，偶尔有人闹几句玩笑，
掀起一阵小小的波澜。在工位上等了不到10分钟，背后传来了人群嬉笑，埃文也在人群里。听起来，他们似乎在分享新品成功开发的喜悦。嗨，夏，你终于来了，好久不见。埃文一见到我，直接给了一个热情厚实的拥抱。是啊，埃文，你看上去比以前帅多了。我笑着和他打了一场久违的寒暄。好了，一会我们组内需要开个会，是关于明年早春新品的营销计划。做好准备了吗？夏，当然。进入工作状态的埃文和私下里全然不同。开会时，埃文喜欢走头脑风暴这条路子。会议上，埃文始终板着张冷脸，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，沉默听着成员们讨论新品的营销推广主题和落地方案。这次的设计风格是走轻奢休闲运动风，对标的用户是18岁到30岁的年轻女性。我们的推广或许可以继续运用各个城市的快闪店打卡方式来进行，这显然会吸引到这类女性群体。苏西，快闪店这一套都已经玩腻了，我看不如找个运动健身的大抠来带动新品流量。有人反驳了苏西的想法，嫌太老套。会议依旧如火如荼地进行，我边翻看产品的设计图稿，边听他们的讨论。埃文还是一语不发。你有什么想法吗？夏，突然被点到名的我愣怔了会，随即给出了自己的意见。我看了下大致的产品图片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和健身房进行一次活动合作，线下来一场大型瑜伽或团课，让教练们穿着这次的新品在台上带领人们运动。结束后，可以给参与活动的人分发一些新品小礼物或优惠。这样的推广营销在北美和东亚市场是备受大众欢迎的模式，让产品不局限在 T 台上，而是真正走进大众。会议突然陷入了死寂，所有人都屏息在等埃文的答案。好主意！埃文脸上重新浮现了他那亲切的微笑。夏，这次我喜欢你的想法。在职场上，第一次被得到肯定的我惊喜交加。我欣喜地向埃文道谢，谢谢您的肯定。这2天我就把推广方案交给您。埃文突然发出报名声。哦天啊，夏，何必这么赶进度？有的是时间给你构思。余下的同事们也都对我投以不理解的眼神，我不由得立在原地，尴尬挠头。虽然之前只干了5天不到，但我每天都被主管塞了各种杂活，不到晚上9点几乎走不了人，美其名曰锻炼抗压能力。为了能呈现出尽可能完美周全的企划方案，也为了不招同事的怨恨，下班时间我把工作带回了家。电梯里，苏西看着我手上拎的电脑包，不由得感叹：夏，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爱工作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我读书时认识一个中国男生，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，周末休息的时间都在学习，聚会从来没见过他。我轻快笑道：我们的不得已勤奋，大部分是因为时局所趋。方案书花了我2周的时间，从市场调研到竞品分析，从6设计到场地陈列设计，我都做了详细规划。整整40页文件交到埃文手里时，我如释重负。3天后，我收到了埃文的短信：夏，来一趟我的办公室。推门进办公室的我，看见埃文还在翻看那份方案书，他的表情说不上来的复杂，至少不像是满意，也不像是生气。我站定在办公桌前，垂手等候他的发落。夏，你的方案上层很满意，其中一些细节我会再和你一起调整，后面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真的吗？那简直太好了，我马上再去调整。
不着急。对了，周五晚上一起吃个饭。副总黛西说想见见你，我欣喜应下，怀揣着这份好消息，在工位上重新干劲满满。苏西问我怎么打了鸡血似的。周五晚上的餐厅在蒙特拿破仑大街，我下了班，急匆匆回了趟公寓，简单装扮了下。因为黛西不喜欢员工邋遢的模样，埃文已经订好了桌位，靠窗，正好可以看见大街上来往如织的行人。我过去时，他扬起手打招呼。黛西会晚些到，最近有一家合作的制造商让他费尽了头脑。哦，那可真是糟糕。之前生产的一批西装，打版图发过去的明明是平脖领的设计，结果制造商拿混了稿子，几万件西装的订单全做成了枪脖领。我浅笑扶额，那确实让人不得不头疼。20多分钟后，黛西风尘仆仆地入了席，耸了耸肩，表示迟到的歉意。抱歉，有点工作耽误了。我连连摆手，示意无碍。工作忙自然能理解。美味的酒菜上齐后，黛西率先举起了红酒，向我碰杯。很高兴认识你，夏，你的方案做得不错，谢谢黛西小姐的肯定，我下次会继续努力。对了，我前几天还和你的导师碧云联系呢，他说你是个可造之才，让我别对你太严厉，一不小心就跑了。黛西坦言，我的导师和他是同一所学校毕业的，他们还是一个导师的师姐妹关系。这次饭局，他只是私心想看看师姐带出来的学生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工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。1个月后，我们将活动地点选在了科莫小镇，在意大利和瑞士的交界处。晴好干燥的当地天气，配上科莫湖宜人的风景，最是适合运动了。活动举办的当天，我忙得脚不沾地，场地布置、会员接待、分发礼物，就连大忙人黛西也来到了现场帮忙。活动完成得很出色，好评如潮。活动甚至登上了各家新闻的网站日刊，新品几乎售罄，也预定了一大波。收拾完场地后，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。夜里湖边寒凉，湖风袭过，我裹紧了身上的冲锋衣，打算离开。精力充沛的埃文他们在附近包了家酒吧，准备彻夜庆祝。嗨夏，一起来喝酒啊！我摇摇头婉拒了，表示实在太累，喝不动也蹦不动了。果然，回到酒店，没顾得上洗漱，我一沾枕头就睡着了，一觉踏实睡到了天亮。坐大巴车回去的路上，所有人都顶着个熊猫眼，睡得昏昏沉沉。黛西接到了一个电话，看她眉头紧蹙的样子，恐怕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。1周后接到人事邮件，我竟然提前得到了转正，现在是营销部正式的职员了。下午为了庆贺，我自掏腰包请了部门一顿下午茶，同事们纷纷祝喜。因为这份工作，我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事业重心，专业技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。埃文还是一如既往地对我严格，黛西偶尔会带我见品牌客户方，尤其对方是华裔客户时，我基本充当了翻译的角色。这1年里，我过得充盈满当，事业蒸蒸日上，也改掉了我过去佛系的态度。虽然我也犯过错，但好在同事们并不会对我有太多苛责，顶多让我请他们吃个下午茶弥补。工作愉悦，同事友好，因为我提出的不少方案，大部分都得到了市场消费者有益的正反馈。1年后，我意外晋升了部门组长，自己带领了一个小组。圣诞节前，公司照例需要开年终大会，这次我也参与了。黛西作为海外市场总监，他提出了需要迫切终止合作的几家服装制造公司的决定。不巧，知道这家公司
也在列名单。西蒙，我想中国的制导公司不必再有合作下去的意义了。且不说去年他们把我们和其他公司的订单搞错，让我们亏损了将近80万美金。今年他们甚至没有按时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交付产品，比预定的时间晚了1个礼拜。总裁西蒙听完黛西的汇报后，神色不悦。那就今天处理掉吧。会议结束后，黛西还在抱怨，因为知道该死的操作让他差点没了今年的年终奖。下一秒，他喊来了助理，要求尽快起拟一份解约合同，这2天发给制导那边。后面听他助理说，发完邮箱的3分钟后，制导老板亲自打来了电话，要个解释。当然，黛西没接，是他助理接的。小助理不会讲中文，用英文流畅地解释了解约原因，以及警告不要再骚扰本司。电话那头的老板听不懂英文，旁边临时拉来的秘书被迫做起了磕磕绊绊的翻译，急得老板全程只会一句骚奥瑞，骚奥瑞。小助理翻了个白眼，直接撂下了电话，简直是无效沟通。结果他们的电话居然打到了我这里。小夏，我是制导的总裁童华健，你还记得我吧？对方语气的礼貌至极，让我很难不回忆到当时那副阴阳怪气的嘴脸。哦，童总，记得，听说你在EV集团高就了呀？没想到你后面找到了这么 awful 的工作呀。我懒得听他废话寒暄，直截了当问道，有事？对方尴尬沈笑了下，几秒后谨慎开了口，是这样的，我们知道最近遇到了些 trouble， 是和EV的合作出了点小问题，你应该也听说了。作为你的前东家，你看能不能帮忙让黛西小姐再通融一下，毕竟你们一个公司的，好搭上话，对吧？前东家，我真是听笑了。我还没见过哪个前东家把入职5天不到的员工就开了的。童总说笑了，我这样的大学生自然是高攀不起贵司作为前东家的。我在EV只是个小职员，我看你们与其有时间调查我，不如把时间放在拉其他的合作方上。小夏，你误会了，当初开除你也是不得已之举。你看你离开了我们公司，这不是发展得很好吗？说到底你还得感谢我，所以你看能不能再给我们个 chance？ 不好意思，贵司已经被拉入了我司的黑名单。另外是 awesome， 不是 awful， 不会英文就别讲。果断拒绝后，我利落地挂断电话，一顿删除拉黑，行云流水。一旁的黛西对我竖起了大拇指，身心通畅愉悦，毕竟这场合作是制导自己亲手葬送的。EV和制导合作了10年，过去几年合作还算愉快，但从前年开始，老板居然狮子大开口，每笔订单要求涨25%的价，说是机器、面料、人力这些成本都在上升。EV 考虑到疫情那段时间海内外服装行业都不好做，况且和制导的合作时间也不短，所以一致协商续约后涨了20%的价。面对快速发展的产业转型，制导坐井观天，不肯往前看，也不敢大刀阔斧转型，只想安于现状。且不说生产机器的更新升级问题，就连公司员工80%是中年人群，他们对新科技秉持排斥的态度，也总爱在年轻人面前用老资历来摆谱，逼退了不少，结果生产效率大幅降低，还居然看错了订单。因为他们EV至少损失了100万美金。放圣诞年假这几天，我和姐姐特地飞回了国内，1年多没见到父母和爷爷奶奶，我俩硬是在他们身边腻歪了1个礼拜，直到他们嫌烦，
哎呦我去，幺妹，你快看这新闻！姐姐故意扯着嗓子，兴高采烈地把 iPad 放在我面前。一则新闻标题赫然出现在我眼前：突发，老牌服装制造企业制造公司负债5亿，申请破产。新闻里提到，制造因为出现多次延迟交付订单、产品质量出现瑕疵等问题，和所有的合作方都谈崩了，就连刚谈好的新合作方也及时止损，果断撤了资。更瞠目结舌的是，财务部经理因为私下赌博欠债，偷偷从公司里赚了300万的公账还钱。被揭穿时，经理拿着刀在办公室里发疯，说老板每天都在贬低破他，他实在受不了才会去赌博寻刺激。据说老板当场被刺了10几刀，现在还在医院 ICU 里躺着，员工们追着他的家人不放，3、5不时的有人去医院，去他家里讨债。行业内论人论事，他们的口碑彻底烂臭了。没办法，这公司的工作基调就和老板一样，处处散发着油腻且反胃的气息。年假结束后，我提前1个人先回了米兰复工，新工作接踵而来，未来的路依旧长得没有尽头。梧桐树还是枝繁叶茂，暖阳和煦刚刚好，风吹林梢，生活一切欢喜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